蓝曦臣看着帖子上清河专属的兽头纹，不知此行相邀所为何事。蓝曦臣看着案板上的折子，那是他特意派人去寻望基后意外发现的事情。朔阳尝试灭门，望基和2名不知身份的侠士一同到过案发现场。那俩人并没有灵力波动，似乎只是凡间的侠士。最近流传甚广的抱山3人之徒小星陈道长正在追拿尝试灭门的真凶。问题就出在这，尝试一夕灭门，望基并未进行度化，只是了解情况后就消失不见。蓝曦臣深知自己弟弟的脾性，不可能放着一个案发现场甩手走人。难道有人指点，想将这事交给小星陈道长？蓝曦臣收回思绪，起身抚平了衣物上的褶皱，该去赴约了。清河聂氏宗主泽无君来了。聂明觉点了点头，表示了解，遂起身前去迎接。聂明觉对于是否请蓝曦臣过来犹豫了很久，最后定下来也是因为聂怀桑的一句话：大哥，我们现在是在寻找真相，并没有给3个定罪。确实，哪怕对方认定就是金光瑶，也要讲究证据的，人证或物证，不然便可能发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事。只有真相才会让双方都信服。蓝宗主泽无君议事厅响起此起彼伏的问礼声，蓝曦臣见着议事厅那么多宗门长老都在，心下虽有震惊，但仍谦逊地一一回礼。泽无君，此番请你过来是有要事相商。大长老余光中瞥见自家宗主陷入沉思，便主动揽过介绍的职责。二弟，你知道我是个直性子。聂明觉看着正准备委婉道来的大长老，直接说道：此次邀你前来，一是3弟涉嫌造炼尸场，坑杀无辜百姓；二是浔阳李家嫡子控告3弟，也就是金光瑶杀其血亲。蓝曦臣没有立刻反应过来，大脑空白了一刹。大哥是在说3弟造炼尸场祸害百姓吗？有人到大哥这里控告3弟？这突如其来的信息简直骇人听闻。炼尸场是什么样的存在？那就是小规模的乱葬岗，一旦控制不住爆发了，对百姓来说就是致命的。仙门百家能平安上乱葬岗，顺利围剿夷陵老祖，说白了捡得夷陵老祖控制住乱葬岗的便宜。蓝氏因着在兰陵金氏神鬼将军之时损失了不少门生，在上乱葬岗时还特意叮嘱过门下弟子不可逞强，如遇无法对战之存在，可先行撤下乱葬岗。鬼将军发狂害死蓝家门生，最后被挫骨扬灰，也算报了门生之仇。然金家家主号召所有受过夷陵老祖直接或间接伤害的家族加入讨伐鬼道祖师之路，鼓励仙门百家共上乱葬岗围剿夷陵老祖。蓝家前面刚损失了多名门生，后脚就放弃上乱葬岗找控制鬼将军的夷陵老祖，余情那些门生尚未过头期，夷离鬼将军确实受控于魏公子，蓝氏不加入此次活动恐难以服众。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蓝曦臣左右衡量，忘记在意之人与宗门的发展，遂想了个万全之策。综合挑选了一些有待提高实战的门生，这些门生的实力最多上到半山腰，根本上不了核心地区，更接触不到夷陵老祖。而且有如此机会去乱葬岗历练，确实也不应该放弃，因此蓝家也参与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围剿。实则蓝家外围业猎的活动，大哥说的可真？蓝曦臣神色肃然，炼尸场如果真的存在，必须毁了并找到造炼尸场之人追责。只是造炼尸场之人真的是阿瑶吗？聂明觉沉默不语，只是深深地看向蓝曦臣，眼中夹杂着各种情绪。蓝曦臣对金光瑶的维护，聂明觉是一直看在眼里的。作为宗主，时常会碰到令人不齿的龌龊之事，各大宗门利益互相牵扯，就怕为了利益失了初心。宗主为了让家族更加强大和长稳发展，做些妥协无可厚非，但这妥协如果过了家族标榜之线，那就得不偿失，也许就成了家族覆灭的罪人。就像岐山温室，被黑暗蚕食的太阳终会落下。如果3弟确定参与杀害了浔阳李家宗主，甚至参与了活人炼尸的策划，也许只有一死才能赎罪。蓝曦臣同样坚定地回望聂明觉，活人炼尸有违天道，有悖人伦。如果阿瑶真的做了这不可回头、祸及苍生之事，虽有不忍，但必须以正视听。蓝宗主，请问近期有门生弟子前往兰陵地界业猎吗？
大长老想到那度化尸身的弟子，在所有尸身被毁的情况下，可作为炼尸场曾经存在过的人证之一。蓝曦臣仔细想了想，率先想到的自然是自家弟弟，但是出于保护心理，遂说道：“暂时不知，需要回去翻看宗门内的外出登记。”聂大长老，不知是否和炼尸场有关？我家宗主是在一个随地挖的土坑里发现尸身的，在尸身上面发现有蓝家修士度化的痕迹。大长老坐在位置上点了点头。当地一直有人监视，蓝家修士应是未发现异常，所以直到我家宗主深入查看，才一把火烧了村落，毁尸灭迹。大哥可否将整件事详细告知？蓝曦臣微微蹙眉，从进入议事厅开始，大哥还是聂家其他人都是以他们的结论告知，并不是质疑他们的为人，只是结论推过程，推起因不可取。